我刚上完中文课，我们来到了我们家附近这面的银后坊，然后发生了一件挺令人生气，尤其令我家这老头生气的事儿。就是说，我想买一个小孩的写字桌，我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某一个地方它是干什么的，然后我还想要订这个桌子，然后就问负责桌子那片的一个销售吧，就算销售人员，然后销售是一个老太太，我说了2遍 hello， 有间隔时间的啊，不理我，然后别人跟他说话他就理，再接下来呢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想订这个桌子，也就是相当于我第3遍跟他说话了，可是他还是不理我，瞅都不瞅我。于是乎，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服务台这面，然后跟他们工作人员说，叫他们经理过来。现在我就在等他们经理过来。他现在带咱们直接去买，他说他同事不可能说这样，我说他要如果这真，他一定要向我们道歉。我说你不用向我们道歉，这个是你同事做的，不是你做的。这块印象挺好的，将来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买。对，咱在这买过很多次了。
刚才本来那个经理走了都挺好，完事儿一想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他也没说要给我这个事儿这个具体处理方案。我说那不行啊，你德国人他们就完事儿了。我就跟后来这个服务员说了一下，我说我现在你有我的信息，你有我的信箱，我希望这事从你们公司得到一个回复，不是您个人，我说从你们公司得到一个回复，这是处理的结果最终。他说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能问一下吗？我说把这事重复了一下。他说哎呀太抱歉了。他说如果是我遇到的事，我也感觉挺不开心的，这事太抱歉了。我说您别道歉，这事跟您没关系，这不是您对我怎么样。我现在就要求，现在您有我的信息，我要求你们公司给我一个回复，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。因为如果不这么盯一下的话，这事回头就拉倒了，同事之间唠嗑说一声就拉倒了，就当个笑话一样。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我们必须要一个结果，别惹文明人。我们这个桌子是订完了，花完钱了，然后在11月末就可以取了。其实无论咱们在哪儿，不管是在国内也好，还是说在国外也好，就是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在国外你可能就叫歧视，但国内你有时候跟人打招呼，哎，你好，我想买个啥，人家有可能有些售货员就不理你，这是很正常，你不能说他也歧视你，只不过说是素质吧。既然是干服务的，态度肯定是咱花钱了就得看一个态度。而且这事儿是有区别的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说为什么现在最近这个世界上那么乱，这个德国这边的政府决定有些让他理解不了。在这边如果你要骂人，那边人就觉得哎，这个精神病我都不稀搭理你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但你要说哎，你种族歧视，你纳税，然后这边啊，你这么恶毒，你现在这么骂我，这不活不了了。所以你刚才跟那个经理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了，把这个关键词提出来，这都怕给经理吓着了。因为这属于非常非常不好的事儿，这比骂爹娘都难听，你活不了了这事儿。这经理不是我看好写字桌的那个楼层的经理，他是再往上一层，但我们还是在这层买了。就是在外国，你要遇到种族歧视，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跟他打呀，去骂什么的，因为你那个语言不是你的母语，你跟他骂没有意义。你用你自己的母语跟他骂，他也听不懂，也没有意义。要打呢，那更不用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说别人种族歧视甚至到动手打你的时候，你能打就打，打不了就跑，然后你还可以报警。但是如果是一般骂的时候哈，你也用不着跟他骂，你直接打电话报警让警察处理就完事了。你正常平时正常交税，警察应该为你干活，那你干嘛自己去费那劲呢？警察的语言比你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都是文明人，咱们用文明的方法去处理。就是像今天这件事儿，他也无非就是不为咱服务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最后不是有人为咱服务吗？服务态度还挺好的，然后剩下的呢，咱们直接一个头是让他去自己去解决去，这个事也够他喝一壶的。后来我还让他那公司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那公司就必须得处理这事儿。如果他要不是给我处理的话，我会直接写信连着照片一起给他发过去，直接发他们总部。我拍了照片了。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那个有意思视频，具体咱不能太细说啊，就是一个小伙在街上被人种族歧视了，在街上场跳街舞的一帮小流氓什么之类的吧，就是挺有冲劲的小青年们在跳舞，然后被人歧视了。这个中国小伙咵瞬间就爆发了，然后就在那夸夸跳一顿街舞，然后迎来热烈掌声，说用我们什么我们反对种族歧视，看这个把外国人就开始赢得尊敬。这个只能说是在当时那个特定情况下，你用这种方式可能有效，但是还得去看具体情况。你说，比如咱在哪块被人种族歧视了，我直接，我爆发了，我给一撕衣服，我给他跳段舞。来，不用你练个肌肉，亮个肌肉就行。是你脱了衣服来看一下，摸摸。我一急眼的给人跳段舞，这叫啥玩意儿啊？摸。所以说，你要反对种族歧视的话，你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来对待。总之呢，还是保持文明和优雅。
还有就是自己安全也挺重要，不要太激烈，太激烈的时候交给警察，人家是专业的。外面下雨了啊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是小毛鳄鱼。那咱下期再见了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小毛鳄鱼。